好，中日的晶片大战现在升级了。日本呢配合美国，美国不是限制了不管是 EUV、DUV 对于中国大陆出口的限制吗？那现在呢，中国大陆决定要做的就是套定律啊，甚至做3D 封装。现在日本也要加入了，日本加入就是考虑限制有关于中国大陆的3D 封装的一个技术。那中国大陆的反制动作则是断了它的屋。今天就这些议题，我们会做深度的分析。好，美国现在最不想看到的一幕是不是正在发生呢？因为它要封锁大陆的 AI 晶片，但是没有把中国给打趴，反而逼出了一个更强的华为。我们来看到一个最新的数据，是来自于 TrendForce 做了一个统计，说呢，现在全球有关于 AI 的这个高阶晶片的市占率，中国大陆已经逼近了90%，出货量现在来到了80几万张。我们来看到，其实辉达在中国市场一度是非常的风光的，一度是接近市占率95%，现在怎么跌落到只剩下个位数了呢？如果把 AMD 一起加入有关于市占率的部分的话，等于辉达加上 AMD 现在在中国的市占只剩下了1%的。华为是靠什么崛起的呢？先前我们聊的非常多，不管是它的算力集群的技术，或者是套定律，再到这个3D 的堆叠技术，都是一些最新的技术哦。那么它把电晶体做得更小，然后把电路往上堆，做垂直的整合，借此缩短资料输出的距离，提高它的电晶体的密度跟整体的效率，也就是不走摩尔定律这一套了。所以我们也看到它在2026，也就是今年的9月份会推出的它的 Mate 90系列的手机，里面使用的晶片就是会搭载华为最新的麒麟2026的晶片，现在说可以做到2031年目标瞄准1.4奈米的电晶体密度。上次哥怎么样看？美国的晶片封锁反而养出更大的一个华为这样子一个竞争对手嘛？你怎么看？好 ，TrendForce 是非常权威的媒体哈，他在去年12月的时候预估的数字是中国在全世界这个 AI 的这我们现在讲不是顶规啊，叫高阶晶片，就还不错，常用的这个晶片，他当时认为是50%，所以结果他现在修正到今年的话变成90%，哇！高阶晶片90%都中国大陆，那可怜啦！你想为什么可能不是都说中芯国际生产什么产能良率很多问题，然后大家心目中都以为大概全中国只有中芯国际里头什么1、2条产线，真的不是啦！你真的是都搞不清楚，是这样子。而且现在高阶的 AI 晶片现在不是一片一片卖了，现在都是做大家想象，现在不包括华为也公布了吗？辉达也都是，这是一整个机柜啊！所以一个机柜有是几千个、1000多个，现在是卖这种的一次，而且这一个也都很贵的哈。好，所以这个有量，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现在讲说9成81万张到今年年底之前是这个概念。好，但是其实大家还是有点搞不清楚，现在在中国大陆、全世界都一样哈，但主要台湾也是。主要是大家讲说通用的 AI 晶片，就是辉达我们听到的用这一型那一型，然后华为升腾晶片，然后包括930、RT 等等，都有个品。好，但是其实不知道有很重要的东西叫做 ASIC。台股有人大家在买股票的知道，台湾有人专门在做 ASIC 的部分的半导体晶片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一些企业定制的 AI 晶片。比如说像腾讯、阿里巴巴跟等等百度，他们需要很大量的晶片，他们的运算可能跟商业什么不太一样，所以他们是定制晶片的。这个不是在外面卖的，可是要做一大堆，所以这个数量是包括通用型机柜里头的等等。然后另外这个 ASIC 晶片，但通常 ASIC 晶片不会对外宣布，但是最后产量会知道，原因在此。但我们现在整理一下，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个地步？当然，首先第一个部分是美国现在限制出口这件事情，真的把辉达弄死了。刚刚讲 AMD 加上辉达，现在晶片剩10%，这是真的，因为你都卖不出去啊。那中国大陆也没有企业买啊。第二个部分，现在除了华为、升腾，因为只有升腾晶片没有啦。中国大陆还有寒武纪，然后还有木犀蛮厉害的。另外还有像天数、智新。木犀是什么？我们前阵不讲华为不是有个机柜很厉害吗？结果今年2026年，中国选出最厉害的机柜是木犀，还赢了华为。也就这不是只有华为这一家而已，所以这些都能够做机柜，能够生产晶片的。第三个是当然中国大陆国企，只要国家单位都采购，大基金都在投资，企业看了最近不是讲说要所谓有一个6网，其中有算力网的投资是几兆。
人民币在未来3年之内。所以这里头其实都是企业看看好像都真的，就大家都投入买中国大陆的国产晶片了。然后现在第4个就软体架构也做得还可以了，就像辉达的CUDA一样，你有晶片还有软体架构，那么华为他们越写越好。当然还有另外主要的这个整个市场的这个增量，就新的厂商要买，比你原先旧的买了一些辉达晶片要换更强。所以这里有新旧都在买新的，这整个动能所在。但你不是说中国大陆厉害到死了，还是得说它晶片的顶规还是做不好。它的这个节点 HBM 光靠长芯不够，还是要买三星、海力士。另外，它的生态还是比不过 CUDA， 但是都在追，以今年追的部分程度能够到这个地步，还是吓死人了。好，所以另外我们也看到说，那在高阶的 AI 晶片的部分呢，美国跟荷兰不是一起限制了 EUV 跟 DUV 对于中国继续卡脖子吗？现在没有想到的是，日本也决定跟进了。日本是从后端，也就是晶片的封装来做下手，包括了卡住 Triplets， 还有 2.5D 跟 3D 堆叠的先进封装技术哦，不让中国用堆的方式来弥补制程上面的差异，而且会从8月1号开始做这样的限制实施，真的能伤到中国大陆吗？还是会逼出一个中国大陆自己比较厉害的一个先进封装的国产化？干哥怎么看？好吧，你要真的这样搞的话，没关系啊。我们现在中国正在转向什么叫 Chiplet， 好 2.5D 好 3D 堆叠跟先进封装用堆嘛，对不对？不然先进制程我们还是差嘛。好，日本看到这样很简单。我跟你讲，日本这个鬼这个鬼子真的想方设法已经很久了。8月1号开始我跟你讲，当日本精密机械，老实讲一句，我们讲出来你真的会觉得头皮发麻，太多了。高阶固晶晶圆减薄、雷射切割、高精度分选机，还有先进封装设备，他通通都说。我们要纳入严格的逐案审批就对了，所以今天老实讲一句，逐案审批的意思就是说会可能过不了的意思。所以中国你可能这些东西我跟你讲最后封测的阶段要是过不了的话，你再怎么堆都没有用，你知道？所以那这样中国就完蛋了吗？我告诉各位，中国现在又祭出别的方法。我们前面已经讲了这么多稀土，对不对？看现在就不晓得为什么又中国跟日本之间又出了这个问题，叫做中国出手钨，什么钨？这个钨叫做什么？这个钨严格讲起来你觉得听了你会觉得有一点，我来解释一下，叫重钨酸铵。重钨酸铵是什么意思呢？伯仲的重。重钨酸铵其实老实讲一句，它就是碳化钨啦，碳化钨跟钨粉那这个东西对日本来讲那更重要，为什么？工具机、切割机，老实讲都是用这种重钨酸铵作为原料，那这是非常重要，所以中国就寄出来，没有关系，全球的钨就跟全球的稀土是一样的，在我们中国的产量是80%，然后现在我们就对日本寄出这个重钨酸铵不出口了那你要知道，日本对于钨是非常依靠，因为大家记得吧？日本武士刀有没有？武士刀，那个是那个年代古代的时候，现代的武士刀你一定要加入钨，其实古代就在用钨了，你知道？所以那是日本的一种精神象征。你现在没有钨的话，你知道日本本来是跟谁？除了跟中国以外，最重要的是跟美国采购。所以美国现在钨也不出口。对。美国也不出口，中国也不出口，他们去跟谁要？所以跟你讲，全球80%的钨因为掌握在中国的手里，而且钨的冶炼加工到那个高制程的过程都是掌握在中国手里。没有关系，日本你读我的封装最后的测试设备，我也读你的钨。我跟你讲，真的在原料设备的进口跟那个竞争上面，到最后一定会是中国胜利的。对，好，有关于干哥特别提到的钨的部分确实中国大陆对于这个美国、日本的限制是这样子的。从2月份到4月份最新数据出炉这个钨粉跟碳化钨对日本的出口是直接归零的。那确实呢，现在可能直接影响到的就是日本的这些精密制造业，不管是精密机械、汽车、电子、军工，
通通都离不开。那包括了刚刚会特别提到的嘛，这个日本于是就去找上了美国，希望说那美国你是不是可以提供给我多一点的钨呢？因为从中国这边拿不到。结果没有想到，因为美国现在也缺钨，所以正式已经宣布了，从8月27号开始会实施为期1年的出口限制，也就是说钨会优先提供给美国，有剩下的才会用商务豁免的方式提供给日本。现在看起来是不是日本配合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做限制，但是日本现在却需要钨的时候，从美国又拿不到手呢？张晋老师怎么看？我想大家必须要了解，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穷则变，变则通，但有很多东西你是没有办法变通的。我们在人类工业的发展史之中，在很多地方就是因为受到封锁，或者说是这个供货断源，然后它就要想办法发展出来替代品。所以我们确实有很多的工业的革命的升级，是因为发展出替代品。但是有一个同样的材料，而且你也知道。它有它的稀缺性，你有你的市场依赖性，但是你却不能发展出替代产品，那就是表示它确实真的是困难所在。但是呢，这个事情到底日本会遭受到什么样的结果，我们要看日本本身的就是我们应该讲说工业韧性或者说社会韧性，它的耐受度到什么样的程度。所以它目前这个就是管制它打击的对象是这个资本跟投资者，但是呢，它对于社会大众还没有造成强大的冲击。所以我看这里头之中，这个日本能够撑得住，最主要就是它的产能萎缩，这个会受到影响。但你会不会造成整个社会的群体反弹？我认为那个还早。